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5年9月，常德市漂亮的女教师陈洁经朋友牵线，与比她大4岁的肖长福认识了。肖长福经营着一家汽车配件店，5年前离异，与儿子肖成相依为命。时年31岁的陈洁和丈夫谢海明是大学校友，两人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叫谢小丫。没料到丈夫3年前不幸因病去世了。两人的交往最大的障碍还是7岁的肖成，他很排斥陈洁。为了取得孩子的支持，陈洁一直在努力。一天，肖成发高烧，陈洁请了3天假，专门来照顾肖成。病好以后，肖成对陈洁的态度和善了许多。见儿子不反对了，肖长福便与陈洁登记结婚。陈洁教学很受欢迎，课后很多家长请他辅导孩子，为此他几乎每晚回家都在11点以后。静夜里，他开门、洗澡或用电吹风的声音特别刺耳。女儿小丫早已习惯了，可是肖成每次被吵得无法入睡时，就起床用力捶打房门或踢卫生间的门，警告继母轻一点。他的过火行为让陈洁心里窝着一肚子火。陈洁越来越看不惯肖成，既然养不亲，那自己何必委曲求全？之后他不再忍让，如果觉得继子做的不对，就拉下脸来批评。肖成的生母离异后就去东莞了，根本不能给他撑腰，而父亲肖长福却总是劝他要乖一点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肖成真的成熟了许多，不敢跟继母对着干。2008年7月4号是谢小丫6岁生日，晚上陈洁为女儿订了一个漂亮的大蛋糕，做了一桌子的菜，还特地把女儿几个玩伴请到家里玩。吃饭时，陈洁不停地往女儿和她的小伙伴的碗里夹菜。桌上的几个鸡腿，孩子们都爱吃，很快就只剩下最后一个。肖成毕竟年龄最大，开始他让着妹妹和他的玩伴，自己没吃鸡腿。眼见剩下最后一个了，他急忙夹到了自己的碗里。陈洁一看，没好气地训斥道：“就知道吃，你慌什么？又没人跟你抢。”肖成的脸唰的一下红了，不由得泪眼婆娑。当晚肖长福忙完生意回到家里，看到儿子双眼红红的，急忙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得知原委后，他忍不住对妻子发了火：“我对小丫和程程一视同仁，你难道没看见吗？你这样对待程程，我想不通。”陈洁生气地辩解说：“不是我对他不好，是他自己太不乖了。我以前对他8心8肝的，他就是不领情，你能怪我吗？你不去教育他，却来怪我，岂有此理！”为了调和妻子和儿子之间的矛盾，肖长福与妻子反复沟通，并一如既往地疼爱谢小丫，试图感化妻子。2008年10月下旬，谢小丫不慎被开水烫伤，肖长福提着礼品找到医院领导说情，要求院方安排最好的专家为继女治疗。在他的精心照料下，谢小丫的烫伤很快就痊愈了，而且没有落下明显的疤痕。丈夫所做的一切，陈洁都看在眼里。此后他对继子的态度明显要和善一点了。2009年3月，肖成的学校开家长会，肖长福恰好出差，就委托妻子去开会。陈洁觉得这是改善与继子关系的机会，欣然答应了。那天她打扮得很漂亮，还在会上表扬肖成很懂事。肖成第一次听继母当众夸他，又听好几个同学都夸他：“你妈妈真漂亮。”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跟在陈洁的后面一蹦一跳的，显得很开心。肖成仍然没怎么跟继母说话，却拿出零花钱买了一个米老鼠的气球送给妹妹。陈洁知道他用这种方式在表达谢意，觉得继子还真是懂事了。他在内心里第一次对肖成产生了亲近感，此后母子俩的关系才真正融洽起来。转眼就到了2010年，12岁的肖成即将小学毕业。
陈杰除了在生活上照顾他之外，在学习方面却不敢管教他。只要父亲出门在外，他就去泡网吧跟同学玩。慢慢的，他竟然成了一个小混混。一天，肖长福出差回来，发现家里又不见儿子的人影。他跑遍家附近几条大街，才在一个小酒馆里找到儿子。此时，肖成正和几个大哥哥喝得正欢。肖长福忍不住对儿子大发雷霆。把儿子拉回家以后，肖长福余怒未息，埋怨妻子说：儿子都这样了，你也不管管，才12岁的人就去喝酒了，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？陈杰为难地说：我不是他的亲妈，管严了他会恨我，我们的关系好不容易才融洽起来，我不想又闹僵了。想到妻子此前跟儿子的紧张关系，肖长福觉得他确实有苦衷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儿子换个环境，让他去一个全新陌生的环境里生活学习。可把他送到哪里去上学呢？就在肖长福为此苦恼时，他的一个客户玉浩林建议说，把肖成送到新加坡去留学。新加坡的中学采用汉语和英语教学，费用不算高，教学质量却非常不错。那边的政府对酒吧、网吧和游戏厅等场所控制得非常严格，未成年人很难有机会学坏，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到那边留学。经过良好环境的熏陶，不少曾经性格顽劣的孩子脱胎换骨，考上了世界名校。而且他还有一个表哥就在新加坡，可以帮忙联系学校并担当孩子的监护人。肖长福经过与儿子沟通后，委托玉浩林帮忙办理这件事。3月份，玉浩林告诉肖长福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经过他表哥的运作，不仅帮肖成找到了接收的学校，还在当地一家华人设立的基金会替他申请到了一笔助学金，基本可以解决中学期间的学费，留学手续大约6月份可以办好。肖长福听后很高兴，把这事儿告诉了家人。肖成高兴的手舞足蹈，小丫也向哥哥表示祝贺，只有陈杰有点淡然，仿佛有心事。晚上2个孩子都睡后，陈杰才对丈夫倾吐不满，说：你要送程程出去留学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你为什么不考虑也送小丫出去呢？亏你平时口口声声说对2个孩子一视同仁，原来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母女2个，心里装的全是你儿子。肖长福诧异地说：小丫一直很乖，成绩也很好，为什么一定要送出国呢？你舍得吗？你这是什么逻辑？谁不知道新加坡教育质量高啊？你为你儿子考虑，我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女儿考虑？只要能送小丫出国留学，我有什么不舍得？大不了我去陪读。肖长福只好说：这次就1个名额，你得让程程先去。孩子现在这种状态，再不送出去，以后一切就晚了。小丫年龄还小，以后的机会多的是嘛。陈杰气呼呼地搬到书房去睡，与丈夫分居了。几天后，肖长福设下酒局宴请玉浩林，感谢他在儿子留学仪式上的鼎力相助。陈杰想跟玉浩林打听一下留学的事，就主动跟着丈夫去参加了宴会。当晚，身材窈窕的她一袭红色风衣，更是显得妩媚而风情。玉浩林眼睛一亮说：长福老弟呀，你小子真是艳福不浅，原来弟妹是个天仙妹妹呀。一句话夸得陈杰脸红心跳，端着酒杯向玉浩林敬酒。玉浩林欣然举杯，两人连干了3杯。第二天上午，陈杰悄悄给玉浩林打了一个电话，问他是否可以帮忙把女儿谢小丫也搬出去。玉浩林说这事儿在电话里说不清楚，需要见面详谈。当晚6点半，陈杰精心打扮一番后，来到常德市朗州路一家酒吧。玉浩林早就在包厢里等候了。客套了几句后，玉浩林为难地说，他表哥只愿意给1个孩子申请奖学金和担当监护人。听他这样说，陈杰急了，说：玉总，你帮帮忙吧，我一定会感谢你的。玉浩林眨巴着眼睛，压低了声音说：真的？那
你怎么感谢我呢？陈杰回了他一个媚眼。接下来两人的聊天就有点暧昧了。不过当于浩林委婉地提出两人去跳舞时，陈杰还是推辞说，我晚上还要备课，改天吧。于浩林笑笑，没有勉强。当晚回到家里，陈杰想了很多，觉得于浩林肯定可以帮他给女儿办理出国留学。不过从他火辣辣的眼神来看，他对他是有企图的。思来想去，陈杰还是不想背叛婚姻，打算另找送女儿出国留学的途径。第二天，他开始上网查询去新加坡留学的资讯，并打电话给一些留学中介咨询。结果是，除了要支付高额中介费外，还要准备至少16万元担保押金，学费和生活费每年需要10万元左右，而他的私房积蓄最多只能支付担保押金。如果于浩林的表哥肯帮忙，中介费和学费不就省下来了吗？陈杰决定豁出去了。过了2天，肖长福去广州出差了，陈杰又打电话将于浩林约了出来。两人喝了几杯酒后，陈杰才期期爱爱地说，于总，名额只有1个，您能否把这个名额先让给我的女儿？于浩林连连摇头，说这事儿不妥。于哥，你帮帮我嘛。陈杰语气娇嗔起来，你就跟老肖说没办妥吗？再说了，他又不是没钱，就是通过别的渠道让儿子出国留学也承担得起。可我和女儿孤儿寡母的，好可怜呢。陈杰说的眼泪都下来了。看着他梨花带雨、楚楚动人的模样，于浩林不由得心惊摇荡，当即答应了。见他答应了，陈杰高兴的连连跟他碰杯。最后在半醉半醒下，他任由于浩林扶着进了一家宾馆。此后两人成为了情人，频频约会。于浩林许诺一定会跟表哥说妥，将这个名额给谢小丫。很快肖长福就察觉出于浩林对他的态度冷淡多了，每当向他打探儿子留学的进展情况，他总是含糊其辞。与此同时，陈杰近段时间表现得有些神神秘秘，似乎有什么心事。不过他并没有往坏处想，以为他还在跟他赌气。4月25号，肖长福又打电话给于浩林询问进展，没想到于浩林却回答说，我表哥说最近新加坡那边好像有变化，你儿子出国留学的事儿不一定办得成，你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也拖拖别的渠道吧。肖长福像是挨了当头一棒。几天后，他却在无意中发现妻子的坤包里放着谢小丫的个人相关资料，而且是中英文对照。这不是出国留学需要的材料吗？难道妻子真的也要送女儿出国留学？联想到于浩林前后说辞大相径庭，还有妻子最近的变化，他心里忽然一紧，难道于浩林想要调包不成吗？为人谨慎的肖长福没有吭气儿，开始留意妻子的行踪。6月4号，肖长福同妻子商量，准备晚上带孩子去市里新开的一家游泳馆去游泳。陈杰则推说晚上有事儿。吃晚饭时，陈杰手机短信提示声骤然响起，他查看信息后，饭没吃完就出门了。肖长福顿时疑心大起，跟着走了出去。几分钟后，他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发生了。陈杰匆匆忙忙走出小区门口后，钻进一辆停放在路边的小车，车子一溜烟的开走了。那不是于浩林的车吗？难道？肖长福立即打了一辆车追了上去。20分钟后，于浩林和陈杰进了一家宾馆。就在两人刚进房间不久，尾随而来的肖长福奋力用脚踹门，可门锁开了，门板却被反锁的锁链挂住，并没有打开。谁呀？踢什么门？于浩林怒气冲冲地打开门，
一见是萧长福，顿时愣住了。萧长福冲进门，只见陈杰呆坐在床沿上，一脸惊慌。毕竟还不算是捉奸在床。于浩林强作镇定地说：“小老弟啊，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嘛。”继而他讪笑着说：“其实我和弟妹只是想商量一点事儿，你别太在意。”萧长福气得浑身发抖，怒骂道：“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商量事情都商量到床上来了，当我是傻瓜吗？”破门声和激烈吵闹声很快将邻居几间客房的客人惊动，有人出来看热闹，有人则拨打服务台的电话投诉。服务员和保安闻讯相继赶到现场调解处理。见此场面异常尴尬，陈杰和于浩林先后跑出了宾馆。萧长福想追上去，却被保安拦住了，要求他赔偿替换门锁的损失。他无奈地赔偿了230元钱，才一肚子火气地回到家里。这时两个孩子早已睡熟了。萧长福一根接一根抽烟，等陈杰回来一定要问他个究竟，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。可陈杰当晚居然没有归家，电话也关机了。第二天上午，陈杰还没有回家，萧长福找到学校，同事说他没来上班，无奈他只好上班去了。6月5号晚上9点，萧长福回到家，发现妻子已经在家，正在辅导两个孩子做作业。他顿时气冲斗牛，质问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还好意思回家？你老实交代，昨天晚上从宾馆走后，你们这对狗男女是不是又到别的地方开房去了？你发什么神经？我晚上住到哪里你管不着？”陈杰毫不示弱。见他这样强硬，萧长福反倒不好再质疑他和于浩林的关系，强压火气问道：“那你们开房商量什么事儿？这么鬼鬼祟祟的，是不是他把晨晨的留学名额给小丫了？”岂料陈杰一口就承认：“是又咋地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于浩林的确把这个指标给小丫了。你处处为你儿子前途着想，我就不能为女儿创造未来吗？”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，萧长福气得要打陈杰。萧成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急忙把父亲拦住：“爸爸，你别打妈妈。”陈杰趁机进了房间，萧长福一下子就把门撞开了。萧成怕出事，又跑过来阻止父亲。萧长福气儿不打一出来，当即就扇了儿子一个耳光。萧成哇的哭了起来，谢小丫也跟着哭了起来。这下陈杰也火了，扑上来跟萧长福扭打，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：“我就是跟于浩林上床了，你怎么地？人家就是比你有本事，有情调，你这个没用的土包子！”萧长福再次被激怒，一把将陈杰按倒在床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这个婊子，就是仗着长得好看勾引男人为你办事吧，老子毁了你！”骂着骂着，萧长福张嘴使劲一咬，竟然将陈杰那漂亮的鼻子咬了下来。随着一声惨叫，陈杰疼得昏死过去。趁妻子昏迷之际，萧长福匆匆跑下楼，拦了一辆的士，叫司机径直往张家界老家方向开去。萧成从惊恐中清醒过来，急忙拨打了110和120。110民警和救护车相继赶到，将陈杰送到市急救中心医院治疗。医院组织专家为他实施鼻体分离缝合手术，将他被咬下的那节鼻头重新缝合在鼻梁上。6月7号晚上8点，萧长福落入警方法网，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